比特币在触碰趋势线过后会怎么选择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图表看起，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几轮上涨的初期的时候呢，上涨的起始点啊，我们的起涨点，我们先给它标示出来。我们包括过去的这两个起涨点呢，其实它都有一个特征。如果我们结合 MACD 来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包括这里的起涨点，还有这里的起涨点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出现了日线的水下金叉过后呢，我们才开启了上涨。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回调结束，并且呢，我们要开启上涨一个重要的转折的信号，其实就是水下金叉，它可以代表，我们前面的这波回调呢，它确实是已经结束了，它有机会去开启我们下一波的上涨。那还有包括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中间它已经走了一次的背离了。那其实有走过背离，就表示我们这段的多头啊，它是有在衰弱的。我们先不讨论结不结束，但至少是衰弱是肯定的。那衰弱过后呢，它肯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那么我们出现的水下金叉，它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调整结束的信号。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过去啊，其实有走了2次的水下金叉哦。那哪一次它才是真正的呢？其实这真的不好说。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啊，我们一次是在这个地方，那它开始上涨之后呢，它是不是一个好的起涨点呢？它是不是一个可能的起涨点？其实我们就判断它回落的幅度就好了。像比如说，你可以看它上涨过后呢，它随后回落的幅度是很大的，它一下子就把前面的这个上涨给吃掉了。那甚至我们随后又打出了一个新低点，那我们这个起涨点它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起涨点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否决掉。那我们再看我们后面的这次金叉，我们后面这次的金叉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后续所走出来的涨幅啊，还有回调啊，涨幅是非常强势的。那回调呢，它就是横盘调整而已，几乎就没有下跌。那么我们可以带到我们当前的盘面，我们当前的盘面呢，我们重新给它画出来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出现金叉了？有出现金叉，不过我们这波上涨啊，它会是一个 OK 的起涨点吗？不是的，因为它回调的幅度太大了。所以即使我们接下来要走多头啊，我也会认为呢，我们会找到一个好的起涨点，并且我们会出现像之前一样啊，多头哇，它非常非常强势的这种行为。那我们还需要再找一个点啊，再找一个新的起涨点呢，我们才有机会这样做了。那当然呢，我们在出现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下方也会出现一个对应的金叉。那不过现在呢是还没有出现的。那我们或许呢，如果出现了，就会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机会。那我们从日线上呢，我们一样可以画出在这个位置它所出现的形态。它上方测试了31000 2次，那这2次目前来看呢，都是回落的，都是失败的。那我们下方这条趋势线，我们就不用一直在说了，它非常的清晰。这条趋势线呢，它一定有效，它至少有4个接触点。那有人会说啊，这个不是我们在多头上涨的中继形态吗？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它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子。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真的走的是一个多头的上涨的中继啊，它要走的漂亮，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前面已经有一段好的上涨了，然后呢，我们后面又走了一个这种向上收敛的三角，那我们最后呢，往上突破，那这就是中继的这种上涨的中继，上涨中继的形态。那不过它现在你可以发现它走的情况是我们整段上涨都算进来，那跟前面这种有一段上涨，然后才走中继调整再突破的这种样子呢，其实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下方的这个趋势线其实如果说一条趋势线它来回的密集的接触，在短时间内呢密集的接触那就可以表示我们这条趋势线它至少是衰竭了，甚至如果这个情况越演越烈的话呢，有可能我们最后就跌破了趋势线，那我们多头呢其实就可以宣告瓦解了。我们在过去2次接触趋势线的时间间隔呢，有97天非常长。你可能会说，哇，你这个中间有好大一段时间都是震荡但是它前面的涨幅也是非常夸张的。那我们后面这一段呢，你可以发现我们2次接触趋势线的时间间隔呢，
只剩下53天。97天跟53天，这几乎是缩减了50%。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密集的接触趋势线了。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有一个历史的案例的。像我们过去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当时我们在跌破趋势线之前呢，其实我们是经历过了多次的衰竭，它并不仅仅是一次的。我们现在是只有一次衰竭哦，不过我们当时在跌破的时候呢，它是都有走了多次的衰竭。你可以看我们这一次的接触的间隔呢，它有24天，那我们随后13天缩短，随后跌破就是10天，所以我们在接触趋势线的时间间隔呢，我们是在不断的缩短的。那可以意味着我们的行情它正在逐渐走弱，它正在衰竭，它正在变得弱势。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它有没有衰减呢？肯定有，不过我们就衰减一次而已，它会不会直接就迎来一波暴跌的行情？我对这个是怀疑的。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个人至少现在是不看暴跌的。那我们毕竟现在都已经来趋势线附近了，如果说好，我们接下来来制定一下交易计划。这条趋势线，它如果接下来以什么样的形式走出去了？那我会采取行动，什么样子我会认为，它是骗人的呢？其实如果我们以这条这么大级别，然后一定有效性、有共识的趋势线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最后啊，我们走出去的形式，它是用震荡，就是我们就继续在这个地方没有波动，它就继续走震荡。好，我们这个时候切到4小时，它会比较清晰一点。我们现在是换了下方大概$1000的距离去震荡嘛，大概是29800到28800左右的这个区间。那这个区间，如果我们就继续在这里震荡，继续在这里震荡，直到我们直到我们突破了这个趋势线，那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走出去的话，那我会认为这种跌破呢，这种震荡走出去的跌破，它绝对不是一个真的跌破，那也绝对不值得我们介入。其实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在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段行情啊？这段行情呢，我个人是印象非常深刻啊。我们当时在走这段行情的时候啊，最后确实它也是下跌了，我们衰竭到最后它一样，结局就是暴跌。不过呢，它当时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啊，最多人画的就是从这个底部画的这个趋势线你可以看，我们当时我们在这里走的情况是什么呢？它一样是震荡的破，它有没有破呢？它确实是破了，不过它走的是震荡的破，它并不是这种暴力的破。那这种震荡的破呢，它就不是一个很有可能就不是一个真的跌破了。那像这样的话，就不值得去入这种空单。那其实还有一种画法，这种画法呢，我们就不是从底部画，我们讲求的就是接触点。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用这种画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在前面1个、2个、3个接触点嘛，那直到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走这种爆破。你可以发现，它破的时候呢是反弹，然后下破了。不过它下破的时候没有量能立刻又拉了回来。它等于说骗了2次如果你看趋势线的话，它会骗了你2次。那最终我们暴力下破的时候呢，也不是从趋势线可以看得出来的。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趋势线它就不管用呢？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趋势线要怎么样才管用，或者说怎么样子的跌破呢，它才值得我们去介入？要像这样子的跌破，就是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呢，要一跌直接爆出很大的量能，这种跌破呢，它才值得我们去跟随，它才是一个真跌破。那像刚刚那样子的，就是我们如果继续走震荡，然后走出这条趋势线的话呢，那这种跌破它就通常就不是一个真的跌破，也不值得我们去追随，不值得我们去交易。所以这个是我接下来会很关心的。那如果说它出现了好的这种起涨点的话，目前看来这个起涨点它是不合格的，它是不 OK 的。那直到我们到后面真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起涨点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才有可能会做进去。那现在
行情震荡确实也是蛮无聊的。不过我们时间震荡的越久呢，我们接下来爆发的行情它一定会走的距离会更深。那这种才是我们想要好好把握住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如果你还没有用 Bybit 的话呢，你想要在 Bybit 上面交易，你现在只要点击下方链接 KYC 入金$100，就可以立即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你可以选择多单或者是空单，选择之后就会直接帮你开好，这完全是赠送的仓位。但是如果你有盈利，你是可以平仓并且提币走的。非常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拜拜。